1948年1月9日，阿拉伯解放军从叙利亚越过边界，开始攻击犹太人的定居点，战争可以说是正式爆发了。战争初期，阿拉伯国家联盟的7个成员国共集结军队26500人，其中大约有1000人的黎巴嫩部队，6000人的叙利亚部队，4500人的伊拉克部队，5500人的埃及部队，6000到9000人的外约旦部队，以及数量不明的其他组织部队。而以色列部队则有29600人。在人数上，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军看上去势均力敌，但武器上的差距就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以色列只有1辆坦克，而阿拉伯联军有40辆。装备加农炮的装甲车辆，以色列只有2辆，而阿拉伯联军有200辆。火炮数量5比140，连战斗舰艇更是3比12。由于双方武器装备过于悬殊，且邻近阿拉伯国家有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加入战斗，国际上普遍猜测阿拉伯世界会取得胜利。就连二战名将伯纳德·洛蒙哥马利都这样猜测到，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将在2星期内被打败。就这样，数千名阿拉伯志愿军和当地的游击队四处出击，切断了犹太人的交通线。犹太人也立刻开始整军备战，他们的代表也马上兵分5路去购买武器。在英法等国四处碰壁之后，犹太人发现了他们最好的卖家，属于苏联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本身就以生产军工产品闻名世界，在二战中又被战火席卷全境，急需交换美元完成重建。但能不能卖军火，还得苏联老大哥同意。他们颤颤巍巍地询问苏联老大哥，结果没想到老大哥大手一挥，卖就完事了。可是捷克斯洛伐克二战时期剩下的武器库存都是德国标准，真不知道那些参战的荣誉亚利安人拿到纳粹的武器，会不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呢？就这样，犹太人面临的3大难题之一，就这么被苏联解决了。1948年4月，英国撤出了第一个大城市海法。在这个拥有15万人的大城市，犹太人的军队和阿拉伯解放军立刻开始了大规模交火。阿拉伯人军队人多势众，但是同样缺乏武器，而且战斗经验和个人素质都太差了。在一整天的激战后，阿拉伯人的指挥官居然丢下一张纸条说：“我回去求援。”但实际上是他留下自己的部队开溜了。海法的阿拉伯人有将近10万人，但并没有一个成熟的政府或者组织可以管理他们。在阿拉伯人的部队撤退后，惊慌失措的居民又听到了恐怖消息，那就是犹太极端组织又开始拿起那本《我的奋斗》，开始模仿学习小胡子了。4月12日，曾经制造震惊世界的大卫王酒店爆炸案的犹太人恐怖组织成员伊尔贡，在戴尔亚新村野蛮地杀死了超过100名阿拉伯平民，并大规模宣传他们将开始无差别的大屠杀。海法的阿拉伯居民惊慌失措，超过7万人开始了大规模的逃亡。这场战斗成为了整场战争的缩影。面对死亡的恐惧，没有组织、缺乏知识且少有见识的阿拉伯人只能四散奔逃。在4月1日至5月14日期间，犹太人的军队已经快速膨胀到了35000人。他们发起了8次大规模袭击，把阿拉伯人那些义和团般的部队打得七零八落。5月14日，本来联合国计划让英国监督犹太当局和阿拉伯当局和平接管，精明的英国人当然不想承担这个责任，直接跑路后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变成了角斗场。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结束后的几个小时，1948年5月15日，犹太人就宣布成立以色列国。阿拉伯联盟立刻对以色列宣战。他们的最初计划是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从北部进攻，约旦和伊拉克军队从东部进攻，在纳萨勒会合，然后一起向海法推进。埃及军队将在南部推进，一路攻占特拉维夫。然而心怀鬼胎的阿卜杜勒建议伊拉克人攻击耶斯列谷地，阿拉伯军团进入拉马拉和那不鲁斯，并与埃及军队在希伯伦会合。从地图上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出来，这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这位阿拉伯版本的司马昭同样军权在手，谁也不能奈何他，只能相信修改了计划。在西奈半岛，埃及军队还没出发就先吵起了架。埃及西奈前线的指挥官告诉首相努克拉西，他的部队缺兵少将，补给匮乏，根本没有啥战斗力，不能作战。努克拉西却一口咬定，埃及要获得阿拉伯国家中的地位，必须要参加战争，必须要获得胜利。而且犹太人都是乌合之众，就算遇到了顽强抵抗，联合国也会来干涉的。埃及军队为了耀武扬威，先声夺人，派遣3架飞机带着炸弹去轰炸特拉维夫，结果空袭是没成功，其中1架飞机反而被发电站屋顶上唯一1架机枪击落了，这大大鼓舞了犹太人的士气。5月19日，埃及军队进军亚德莫迪卡，守军是由一支仅配备了2挺机枪和2门迫击炮的犹太人部队。2500名埃及士兵对着这个小村庄啃了足足5天，留下了400人的伤亡都没拿下。
随后，犹太人的预备士兵不断到来，埃及士兵也再也不愿意为了几块大饼就给国王冲锋陷阵了。阿拉伯军队中人数较多的这一支军队就这么瘫痪了下来。北线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军队的情况也同样糟糕。在北线，数千人的叙利亚军队被区区4门山炮吓得不敢行动。黎巴嫩军队打了个酱油就直接回国，宣布因为国内的马龙派基督徒反对参战，所以朋友们再见了，我们要回家处理家务。一支由2个步兵旅和1个装甲旅组成的伊拉克部队从约旦北部渡过约旦河，只打了3天就停了下来。于是新生的以色列国防军大呼后悔，早知道这些阿拉伯伪军这么惨，还和约旦谈什么密约啊？赶紧占领整个巴勒斯坦。现在最尴尬的就是阿卜杜勒国王了，他本来想的是其他几支阿拉伯军队和以色列军队拼得元气大伤，自己趁机夺下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坐享其成。不料各路联军尽数停战败退，以色列军队已经开始占领约旦河西岸，吓得他顾不上什么蜜月了，马上下了血本进攻耶路撒冷。约旦的阿拉伯军团由英国军官格拉布帕夏训练，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们每天向以色列军队发射1万枚各种炮弹，开始用狙击手封锁犹太人的补给路线。5月19日至28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阿拉伯军团成功将以色列军队赶出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社区以及老城的犹太区。随后，联合国表示，大英帝国虽然不当人，可是各位也应该给我一个面子吧。联合国于5月29日宣布停火，该停火于6月11日生效，持续28天。停火旨在持续28天，并宣布武器禁运。双方自然都四处求援，可是阿拉伯人几乎什么都没有买到，反而苏联授意捷克斯洛伐克加大力度，把一切能运的军火都搭上，通通运到以色列去。随后，联合国在10天后又组织了为期3个月的第2次停火，在二战时期拯救了几万名纳粹囚犯，其中还包括了至少几百名犹太人的瑞典人福尔克·贝尔纳多特。作为联合国特使前往巴勒斯坦地区，他可谓是人道主义的象征，良知的化身。贝尔纳多特实际了解巴勒斯坦地区的情况之后，也认为联合国的方案纯属扯淡。他天真的要求以色列割让一些领土给阿拉伯国家，所有巴勒斯坦难民都将被授予返回的权利，那些选择不返回的人将获得财产损失的赔偿。联合国将控制和管理犹太移民。犹太人的恐怖分子组织莱西一听这话，管你什么善人不善人，对我犹太复国主义来说就是不可饶恕的。于是，在圣城耶路撒冷，4名犹太恐怖分子对着贝尔纳多特连开18枪，这些恐怖分子用子弹把他打成花洒。曾经救过犹太人的大善人当场去世。然而，莱西这个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在以色列建国后，居然大摇大摆地进入议会，下令刺杀贝尔纳多特的首领伊扎克·沙米尔，后来居然还长时间地担任以色列总理。上期视频说到的发光者果尔达·梅厄夫人曾经锐评此事。贝尔纳多特太理想主义，不懂中东现实，以为靠善良就能解决问题，却不知道阿拉伯只想消灭我们。这位以色列铁娘子在1969年至1974年间任以色列总理，后因1974年的赎罪日战争的初期失利而下台，盖棺定论。1947年11月那次秘密会见，梅厄作为以色列全权代表，凭借谈判让约旦中立，阿拉伯联军分裂，直接决定了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走向。他作为以色列人的英雄毫无悬念，但受害者最终成为了加害者也是事实。他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联合国为和平的努力也成为了泡影。在停战期间，以色列的武器机枪供应也增加超过1万挺，空军也逐渐壮大了起来，武器的差距被填平了，但是人数上的差距却越拉越大。短短几个月间，以色列军队从29600人扩张到了108300人，而阿拉伯军队加一起也才只有5万人。从军队数量到武器装备已经全面落后了，已经是兵强马壮的以色列国防军开始四面出击。约旦国王阿卜杜勒这个阿拉伯大聪明，马上做出了个重大决定：以色列现在强大了，那就不是我的敌人了，咱们还是和平相处吧。为了给犹太爸爸道歉，1948年10月，阿卜杜拉国王命令其军队阿拉伯军团包围圣战军的2000名军队，并强行解除其武装，就这么费尽心机地纳了一份投名状。而伊拉克本就离巴勒斯坦地区相对较远，也早就开溜回家。于是，在北线，以色列国防军把叙利亚军队彻底击溃，还向黎巴嫩境内推进了8公里。为了报仇和泄愤，以色列国防军的2名军官在黎巴嫩大开杀戒，2个人开始了杀人比赛，一共杀死了50多名囚犯。而在南线，埃及军队在加沙方向一败涂地，带着数十万难民被以色列国防军包了饺子。后来，这块巴掌一样大的地带，就是今天不断挑动世人神经、可怜又可叹的加沙地带。
1949年3月10日，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南内盖亚夫，到达巴勒斯坦地区的最南端，红海边的乌姆拉什拉什，也就是后来的埃拉克港。这里的亚喀巴湾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阿拉伯大起义胜利的标志地。以色列士兵升起了一面临时制作的墨水国旗，标志着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大获全胜，也标志着帝国主义再一次在中东的心脏刺中了一把含有剧毒的匕首。客观来讲，第一次中东战争就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争。以色列从一开始就基本上没有任何理由输掉这场战争。没有现代机构组织的英法伪军，在一群心怀鬼胎的国王和买办手中，空有战车、大炮和飞机，也并不能发挥出他们威力的1/10。苏联和美国为了尽快蚕食英法在中东的霸主地位，从联合国的决议到武器运输和资金支持，全都站在了犹太人的一边。而虚弱不堪的英法，则基本上对阿拉伯国家起不到太大的帮助。在战争中反复横跳的约旦，阿卜杜勒自以为收获了约旦河西岸而沾沾自喜，然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在战后3年被愤怒的群众直接枪杀。约旦河西岸在未来的历史中也即将成为约旦这个国家永远的伤疤。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了，第二次中东战争马上就来。中东这片土地故事很多，也很抽象。这个系列准备做完4次中东战争，甚至会出一些人物志，例如大卫小头、国王法鲁克、暴君萨达姆、抽象艺术家卡扎菲等等。如果你对中东这片土地感兴趣，那就来关注我吧。欢迎点赞转发，这里是吹的 X 档案，我们下期见。